周三，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以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10条，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拘捕香港网媒立场新闻6名高层及前高层人员，其中包括前总编辑钟沛全和前董事、歌手何韵诗。此外，钟沛全的妻子、苹果日报前副社长陈佩敏也于周三被拘捕。晚些时候，立场新闻宣布停止运作，所有员工及时解散。港警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周三回答深圳卫视驻香港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任何人只要有违反国家安全罪行的情况，无论身在何处，都会追究到底。据港媒披露，立场新闻创办人蔡东豪正被通缉中。周三清晨6点左右，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警员兵分几路，一路持法定手令到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生的大卫寓所搜证，并在半小时后将他带走。另有200多名警员到立场新闻在观塘的办公室搜查、检取新闻材料等，最后将包括多部计算机在内的10多箱证物运走。警方披露，在此次行动中，共有6人被捕，年龄介于34岁至73岁。除了立场新闻署理总编辑林少彤之外，前总编辑钟沛全、4名前董事何韵诗、吴霭仪、方敏生和周达志，也都因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9及第10條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被捕。我哋發覺呢啲煽動性嘅文章咧，有一部分咧係要嚟咧係煽動咧係其他人分裂國家，煽動他人係顛覆國家政權，或者係呼籲外國制裁香港特區政府啦，或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嗱，呢啲嘅文章呢，通常係有一啲已經被捕嘅人士啦，又或者呢係由嗰啲所謂行國際線嘅逃犯啊，以博客身份呢係嚟提供。咁啊，有陣時亦都會係用呢個獨家專訪啊等等嘅形式去做嘅。咁因此呢，警方到而家呢，我哋係要特別係去調查咗幾方面嘅。第一，佢個資金來源；第二，公司。包括佢喺英國嘅分社入邊，佢自己嘅營運真正目的係做啲咩嘢？包括佢哋究竟有冇合謀其他人去做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情況，包括係勾結外國勢力等嘅罪行。值得一提的是，除6名立場新聞的高層及前高層人員，鐘沛全的妻子、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佩敏也被指控涉嫌參與撰寫涉案的煽動性刊物。在此之前，陳佩敏已因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遭關押，所以這是他第2度被捕。而就在此前一天，一傳媒創辦人亂港頭目黎智英及其他6名一傳媒和蘋果日報高層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再次提審。控方獲准申請加控7名被告一項串謀刊印、發布、邀約發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案件押後至明年2月24號再審，7人均被收押，不准保釋。針對這些假借利用新聞工作作為工具犯法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表示，香港新聞工作受基本法保障，他支持警務處國家安全處根據證據依法處理涉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的人，防範、制止、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利用新聞工作去做工具，係破壞新聞自由嘅人，係污染新聞自由嘅人，真正嘅專業新聞工作者應該齊聲反對，齊聲說不，同佢哋保持距離。利用新聞作非法勾當，將新聞工作成為一個工具，呢啲係新聞工作者嘅害群之馬，我係予以譴責。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周三下午召開的記者會上透露，已凍結立場新聞6100萬港元資產。此外，立場新聞宣布即時停止運作，網站及所有社交媒體停止更新，並於日內移除。深圳衛視記者瀏覽立場新聞網站發現，B 站當天立場新聞共發表5篇報道，最後一篇新聞定格在了早上7點。而這篇文章仍是一條對亂港分子的專訪報道，這也說明直到最後一刻，立場新聞還在為分裂勢力背書。立場新聞係涉嫌咧係由2020年嘅7月至到2021年嘅11月，係不斷刊登咗多篇帶煽動性嘅文章嘅，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係煽動咧係其他人分裂國家，被我哋凍結嘅款項咧係達6100萬之多。嗱，呢個咧亦都係我哋國安處歷來所偵破嘅案件之中咧最多凍結嘅款項其中嘅一次。中午呢
呢，警方宣布记者会将定在下午4点开始。一时间呢，几乎是全港的所有传媒都立刻出动。最早呢，下午1点就有传媒来占位置，不大的会议间就已经是挤得满满当当。许多摄影记者呢，蹲坐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两边的走廊也是挤得水泄不通，这在疫情之下的记者会是不多见的，可见本场记者会是受到了超高的关注。国安处的高级警司李桂华证实，拘捕了7名相关人士，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更多人被拘捕。我们注意到，在香港的各家传媒的评论区，“大快人心”“罪有应得”都成为了关键词。很多网友呢都留言表示感谢警方，支持警方行动。反中乱港传媒倒闭是罪有应得，正本清源。网媒立场新闻和苹果日报一样，曾是香港臭名昭著的黄媒，专为乱港分子提供阵地，以专栏文章为思想武器，鼓吹港独。上半年，立场新闻转载了一篇题为《从爱尔兰抗争经验看香港抗争运动的未来》的文章。文章处处煽动暴力与港独思想，鼓吹修例风波中的暴徒有必要背水一战。香港国安法出台后，一定程度震慑了立场新闻等黄媒。苟延残喘之下，为了逃避香港国安法制裁，立场新闻想出了5招，包括将5月之前的刊出的所有评论文章全部下架，6名董事集体辞职，遣散所有老员工，再重新签约，暂停接受赞助等。不过，香港市民对此类搅乱香港和平与稳定的黄媒已忍无可忍。多位市民及团体5月自发前往香港警察总部抗议立场新闻煽动恐怖活动，并向警务处递交举报信件，促请警方严查。我们也知道，《苹果日报》做了大量的反中乱港的一些报道，那么后来被清查，他的5名高层也被捕。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这个立场新闻还继续的做一系列的为《苹果日报》证明的这些报道啊，而且是大篇幅的系列的几十篇文章的轰炸。那这个明显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发表舆论的一种行为了，它其实已经是在对现有我们的法律法规做一个挑衅。事实上，自2014年开始运作以来，立场新闻就不断攻击中央与香港特区政府，都是背后主事者在作祟。此次涉嫌违反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被捕的几人，就是立场新闻的核心人物。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无疑是港独歌手何韵诗。何韵诗是香港已故艺人梅艳芳的关门弟子，但并未继承师傅梅艳芳的半分爱国情怀。早已加入加拿大籍的何韵诗，自2019年以来，在多场乱港活动中嚣张至极。修例风波中，何韵诗担任信托人的612基金，为乱港暴徒提供金钱、医疗和法律等援助。不但如此，何韵诗还频频走上前线做直播，煽动暴徒升级应对警方，影响极坏。2019年7月，何韵诗到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叫嚣，除了公然抹黑一国两制，言语间几度将香港与中国进行对立之外，甚至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时任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这是痴心妄想，怎么可能呢？他有点不自量力。在联合国上演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后，当年9月，何韵诗又和黄之锋等人飞到美国，出席美国会听证会，进行了一通泯灭良心的信口雌黄、颠倒黑白的发言，鼓动美国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让外部势力插手中国内政，也让何韵诗坐实了反中乱港的罪名。从美国回来以后，何韵诗的乱港舞台还延展到了台湾地区。2019年9月下旬，他伙同岛内一些台独团体发起所谓台港游行时，在现场被人泼了一头红漆。事后网上一片沸腾，网友大呼，这些暴徒走到哪儿都不受欢迎，大快人心。他出卖香港，终于有人帮香港人出一口气。何韵诗近年日趋激进的出位行为，也未因香港国安法生效而停止。他参与的政治活动包括公开支持反对派操纵的非法初选，并为黄之锋、岑敖晖、朱凯迪、袁家卫、何桂兰及张坤阳站台。而所谓非法初选，早前以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47名参与人士被拘捕，参与该活动的其他个人或组织也有可能面临追究。今年8月，香港的反中乱港组织接连宣布解散或停止运作之际，早前支援黑暴人士的612基金表明将会停止运作。港媒披露，何韵诗在当时已引起执法部门关注。9月，何韵诗还妄图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结果被香港艺术中心引用危害公共秩序及安全条款拒绝租场。此后，何韵诗在找不到其他任何演出场地的情况下，甚至想到在网上搞直播，结果被网友痛骂，过街老鼠不如到监狱去唱吧。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陈成兴指出，在香港走出政治泥沼、开启良政善治新局之际，何韵诗等一批乱港分子的拘捕具有标杆意义。我们一系列的制度在落地，我们香港新的良政善治的局面在打开。那么这个时候呢，必然对这些行为要做严肃的处理，也才能给大家树立一个标杆式的一个影响。而在何韵诗被捕后，针对其多次涉嫌勾连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恶劣行径，港警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周三答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问时明确指出，任何人只要有违反国家安全罪行的情况，无论身在何地，都会追究到底。在涉嫌外部勾连方面，警方有没有调查进展和相关消息可以公布？还想请问一下，对已经逃往海外的违法人员如何进行通缉呢？第一，我哋每一個係有違反國家安全嘅罪行嘅情況呢，我哋係會追究到底嘅，呢個係好肯定嘅。第二嘅話呢，就算佢自己喺度干犯呢個法律嘅時候呢，係並非在香港嘅時候呢，我哋根據國家安全法呢，係有一個域外嘅執法權嘅，即係話呢，佢而家喺身處唔喺香港嘅地方入邊去干犯呢啲嘅事情呢。佢亦都係，我哋亦都係需要同埋係可以咧，係用國家安全法咧去追究佢嘅罪行。